知不知道你这样是对学生进行心理虐待啊？嗨，大家好，我是 Paco。那今天呢，我们又要来讲大家非常喜欢的《疯人说》啦。那这本书真的是太多人敲碗返场了，所以呢，今天就要给大家安排。今天要讲的一个故事呢，叫做微笑抑郁症。我自己第一次看完这个故事，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今天就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现在开始讲故事。那《疯人说》它是一部纯虚构类的小说，主角牧歌呢是一个在精神病医院工作的医生，所以里面呢是一个个单元故事，每一个单元故事都记录着牧歌和患者之间的事情。那么这一篇故事微笑抑郁症，除了有牧歌之外，还有一个角色很重要，叫做王医生。总之故事开始的时候，牧歌这样写道： CDC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近开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微笑之家，是专门给微笑抑郁症者开的。场所设立在康复患者的社区，欢迎社会上各类人士参与。活动设计的只像一个简单的派对，并不提及任何关于抑郁症的话题。微笑抑郁症是抑郁症的一种，现在越来越多出现在工作和社交场合，泛指对抑郁情绪做出符合所谓社交礼仪的伪装，强颜欢笑，无法正当地处理外界压力的人。具体表现为内心破损不堪，却要营造积极阳光的形象，唯恐被人看穿，自尊心高，极少沟通与抒发，独自面对深渊。他们的微笑和积极具有表演性质，情感和内在体验不一致，难以表现真实的一面。这一类型的患者比较少去医院求治，也不把自己当成患者，医生能做的很有限，社工部就挑起梁子，尝试以院外的形式进行干预。那这个微笑之家的发起人呢，就是我前文提到的那个王医生。王医生他是 CDC 的扛把子，他呢是社会工作硕士毕业的，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医生。他总是把患者的事情当做自己的大事，所以什么事情呢都是亲力亲为。但是正因如此，患者喜欢他，医生们呢却没有那么喜欢他，因为他总是会为了患者的事情跟其他的同事去杠啊，或者是去争取很多事情。所以有的医生呢看到他就会想要绕道走，总想躲着他。那么微笑之家这个东西是王医生牵头的，之前提了4、5次都被否决了，终于这个案过了嘛，所以说他想把这个事情给搞好。那么微笑之家这个项目主要是分成2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先在社会上招募一些可能有潜在问题的患者来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主要是以游戏和娱乐为主，就搞得有点像派对那种比较开心的 party 那种感觉。表面上是不说这个是制作抑郁症的一种治疗，而是说这是一个心理健康活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会吸引一些人来参加对心理健康比较感兴趣的。那么来了之后呢，医生们再通过他们在游戏当中的一些表现去筛选出可能存在潜在问题的这些患者，然后把他们来组成一个治疗小组。那么运营的第2部分就是把这些治疗小组的人群进行了一些深度治疗。那书里就写，活动并不以抑郁症为主旨，就不提这3个字，也和传统的心理讲座论坛不一样，它是一个纯娱乐活动，所以打在活动易拉宝和宣传单上的词语标语都是时常快乐却不快乐的人的狂欢。那么一开始呢，其实没有什么人来，很多人就是看到网上的测试啊，稀稀拉拉被引流过来的，这10几个人里面也才筛了1个人可能符合标准的。那么活动进行到2、3次的时候，渐渐人稍微多一点了，因为毕竟有免费的吃喝嘛，就很多人来蹭。那么这个时候到第3次的时候，主角牧歌就被王医生拉去帮忙了，因为稍微有点忙不过来。那么牧歌在忙里忙外运很多器材的时候啊，就是突然差点摔倒了。这个时候有一个路过的女孩就帮了他一把。那么这个女孩呢还是一个初中生，她的名字呢叫胡贝贝。书里是这么描写的，她看着不大，还穿着初中校服，马尾绑得很高，看着精气神很旺，人也很热情，说话中气十足的，手脚利索的帮我直接运进去了，还替我跑了几个来回。那牧歌跟他一闲聊说，知道这个女孩还在上初2，就说哎呀，那你帮我拿了这么多东西，那你也进来一起玩吧，反正这里有免费的吃喝，你就来吃点喝一点。胡贝贝就进去看了一眼，说这里是在干什么呀？那牧医生就说这个是心理健康活动，我们办的。心理健康活动，胡贝贝就有点好奇说，心理健康活动还能这么搞呀？牧歌就说对啊，没事，你进来一起吃喝玩吧。所以胡贝贝就融入进去了，他非常爱笑，面对大群成年人呢也不胆气不别扭，玩破冰游戏的时候呢反应很快，还能调节气氛，一直在逗大家开心。总之就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么活动结束之后呢，牧歌和王医生就送大家都走嘛，结果没想到王医生就一脸凝重的过来，跟牧歌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小栗子说，今天这场活动他筛选出的2个可能有潜在这个病的患者，其中一个呢就是胡贝贝。胡贝贝
一听说胡贝贝可能有抑郁症，木哥跟小栗子就头上顶个问号。小栗子是木哥的同事，小栗子就说啊，他有抑郁症？不是吧？我看他笑得比谁都开心啊，中气十足的，比我都开朗。而且他不是路过的吗？顺道进来的呀。这个时候王医生就皱着眉头说，你知不知道他的字词反应的结果是什么？小栗子说哪个呀？王医生就说虐待。虐待。那首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字词反应。字词反应是微笑之家活动中的一个流程，在大家相闹甚欢时突然停下来，提醒大家接下来四面墙上会投影数百个词语，记下最先看到的3个，写下来上交，不能和旁人交流，也不能被旁人知道。字词反应是一种潜意识反应，人们会对更敏感的词汇加工更快。类似的还有颜色反应、记忆反应、图片反应、眼动反应等等。在记忆词反应中，要求在半分钟内记住的词越多越好，人们最终更快记下的词都会是自身更敏感的词。这是潜意识的加工过程，人们在意识中察觉不到，所以抗拒减小。测试结果更直观真实，且具备趣味性和隐匿性。墙上投影的数百个词中，一半是正性词汇，如快乐、希望、美好、美食、帅哥、玫瑰、阳光、宠物等等；另一半是负性词汇，如悲伤、绝望、厌恶、恐怖、车祸、去世、黑色、末日、过期等等。中间夹杂少数具有象征意义的中性词汇，如太空、列车、门把手、衣服等等。胡贝贝在那场突如其来的字词反应中，最先看到的3个词按顺序是虐待、感冒、墓地。那么胡贝贝在第2次字词反应当中，一共记共8个词，其中中英文都有啊。第一个词是阴影，然后是小刀、鸭血，接着是 spider 蜘蛛，然后是悬崖、巨人，然后是 suicide 自杀，然后是埋葬。8个词全都是负性词汇，这些词呢都是参加者自己写下的，就是大家可以在对墙上的词进行讨论，但是彼此是不能告诉对方自己记下了什么词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穆医生明确是记得这个女孩就胡贝贝，她和小栗子讨论的可开心了，一边吃蛋糕一边在说笑，但没有想到与此同时，她记下的词竟然都是8个负性词汇。那么当天全场39个人当中，胡贝贝是唯一一个全都是负性词汇，一个正面词都没有的人。那么通常人会是什么反应呢？我们就拿小栗子来做参照，书里就写小栗子在当时被要求做了对照组的实验，她的10秒中英夹杂词反应记住了9个。第一个煎饼，然后 Joker 小丑，睡觉，医生 fruit， 洋甘菊 universe 宇宙，然后游戏厕所。这有正面词也有中性词，负性词呢是最少的。所以综合这个结果，王医生觉得这个胡贝贝啊看上去问题很大。他虽然很开朗，中气十足，好像整个人精神很棒，但他的字词结果让人觉得很不满意。所以游戏结束的时候，王医生就问胡贝贝愿不愿意做一套心理测试的题。那胡贝贝答应了。测试的结果是胡贝贝拥有重度抑郁，但是书里写他连交报告的时候都是笑着的，还连连夸赞王医生，说活动很有趣，问他下次可以带朋友一起来吗？听到这里，木哥有点鸡皮疙瘩了。他意识到这个女孩今天不是偶然路过，她可能是有备而来的。胡贝贝应该是知道今天这里是在开展微笑抑郁症的活动，所以特地来参加，但是在门口徘徊的时候，一直不知道该不该进来，正好木哥跟他凑上了，所以他帮了木哥的忙，木哥就把他引进来。那么王医生没有说直接就让胡贝贝开始治疗什么的，他觉得还是要观察一下。那么第2次他来参加活动的时候，胡贝贝还带了另外2个女生过来，另外2个女生是他同学，感觉跟他挺像的，也是很开朗，讲话呢也是非常跟人愿意交流的这种感觉。但是在场做游戏的时候呢，木哥就眉头紧皱，他就跟他同事小栗子就说：“小栗子，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几个人好像长得很像？”我刚想说，他们这几个人长得也太像了吧？但是你仔细看，他们五官也不一样呀。胡贝贝是大光明、马尾辫，他朋友短头发戴眼镜，怎么看妆容都不一样，但为什么会觉得很像呢？因为他们脸上都有一模一样的笑容，你没发现吗？简直就是复刻的。这场活动结束之后，王医生对每个人的字词反应还是做了一个汇总。那么结果不出大家所料，
胡贝贝带来的这几个女生跟她所做的字词反应差不多，都是复性词汇居多，而且几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字词反应里面都出现同一个词，这个词就是感冒。木哥他们就觉得很奇怪。那么紧接这次活动之后，过了没多久又办了一次，这一次胡贝贝还带来几个女生，反正后面带来的这几波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她们虽然长得跟胡贝贝都是不一样的风格，高的、矮的、胖的、那个戴眼镜的、不戴眼镜的、化妆的、不化妆的，但是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大家都有标志性的假笑，就是好像很开心，好像很快乐，但每个人都是复性词汇居多，而且他们所有人的字词反应里面都出现同一个词，就是感冒。那么王医生给他们都做了测试之后，才发现他们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的，就是说这些看上去开心的女孩，其实她们都不快乐。那么为什么呢？那么事情到了这里，王医生已经觉得非常奇怪了，就问胡贝贝说：“你们几个人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胡贝贝就说他们是在学校的心理活动上面遇见的。心理活动？什么心理活动？胡贝贝就说微笑活动。那胡贝贝所念的这个学校呢，叫做漏庭三中，是一所市重点，今年刚评上了优秀心理健康模范校园。因为教育局的指标嘛，就是说现在要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学校也给自己的那个下面的老师压了指标了，意思就是说多搞点活动啊什么的。这个学校的心理老师叫做吴老师，他姓吴啊，每个星期他就安排了一堂心理课。在这个心理课的时候呢，是全年级一起上的，比如说初二，整个初二年级的10几个班级就一起上。那么心理老师吴老师就教大家要快乐啊，要微笑。那么第一堂课的时候，这个吴老师就给全年级做了一个心理测试，然后他按照这个测试的结果来打了一个分，然后按照这个分的结果把学生分成了健康学生和不健康学生。那么越是健康的学生往后坐，越是不健康的学生就往前坐，就是你分数越低，你心里越不健康，那你就坐第一排，然后离老师近一点，老师教你怎么变得快乐，就是这种感觉。那么胡贝贝他的这个成绩这个分数不是很好啊，所以就被分到了第5排。那么这还没完，打分按照分数来排这个位子才是第一步。分好位子之后，这个吴老师就说好，现在开始每个人到前面来，把你这个试卷上的东西读给大家听。那么一听到这里，大家都傻眼了，因为呢试卷上所写下的题目要求是请把你最近的烦恼、心里内心深处的不快乐写下来。那么世界上明明是说好这些是你的隐私，不会暴露给别人，然后试卷也是匿名的，不会有别人知道你的秘密，但是怎么突然变成要到讲台上来读给大家听了呢？这所有人都傻眼了。轮到胡贝贝的时候，他整个人就觉得就是很难受嘛，因为他的烦恼是最近他父母在闹离婚，然后他亲眼看到了他爸爸出轨的那个小三，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写下来的时候也是纠结了很久了。书里就写胡贝贝是第5个讲的，他拿着卷子在讲台上站了半天，一个字都讲不出，只把卷子捏得紧紧的，在全年级的目光下，他不敢问出那一句卷子上明明写了隐私不会泄露，为什么要念呢？是大家都有这个疑惑，但是没有人敢质问这个老师。胡贝贝念不出来，结果这个吴老师就走上前来，拿过他的卷子当众朗读。书里写，吴老师拿走了他手里的卷子，帮他念完了。那是第一次，胡贝贝说他感觉站在台上的时候，自己已经不存在了，他的意识已经飞走了，他已经不知道眼下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事情。那天之后，全年级都知道胡贝贝他爸爸出轨了。这个吴老师在下课之前还叮嘱所有人说，我们这个大教室今天坐在一起这里做这个试题的人就是一家人，今天这里的事情就是大家所有人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把门关上的时候在这个教室里发生就行了，出了这个教室大家不要把这个秘密宣传。但是怎么可能呢？出了这个教室全年级都知道你的丑事和我的丑事了。所以就有好事者来问胡贝贝，哎，你爸那个小三长得好看吗？或者就说啊，没事，其实我爸妈也离婚的，你不用太放在心上。就是恶意的、善意的各种的关注度就扑面而来，胡贝一下子整个人就扛不住了，整个人是懵的。虽然在这一场这个所谓的心理活动上面，这个吴老师的托词啊，他说为什么要大家念呢？是因为他觉得啊，他的这个思路书里写，这吴老师觉得这叫脱敏治疗，从前排到后排挨个上来朗读，是为了让大家脱敏。听一下彼此抑郁的事情，让大家知道谁都不容易，谁都不好过。那么前面的人就是心理不健康的人，那么他们抑郁的事情可能大一点。那么一个一个念下来，那么坐在后排的人可能就觉得，哎呀，人家的事情这么惨，那轮到我了，我没有那么惨。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糟嘛，我没有什么好抑郁的嘛。所以渐渐听多了也就脱敏了。这个是这个吴老师的治疗方法。总之这么一回搞下来，胡贝贝他的抑郁直接整个加重，在每月一次的心理测验当中，他的这个成绩就越来越差，他从第5排一直挪，直到最后挪到了第1排。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他
他老老实实在这个卷子上写所谓的自己的抑郁跟烦恼是不会有结果的。从那之后，他的烦恼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真的烦恼，他都开始写一些无关痛痒的所谓的烦恼，什么今天考试没考好啊，今天什么早饭来不及啊，要迟到，就类似这种吧。真正的让他心里觉得痛苦的东西，他就不写了。那么这个吴老师呢，也越来越开心了啊，他就笑眯眯的对台下的同学说：“大家看嘛，全年级最抑郁的同学胡贝贝同学，他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今天没有买到喜欢吃的早餐，所以说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嘛，你们都还小，随便点事儿就当天塌了，其实笑一笑就能过去了呀。”这群学生当中呢，也有人尝试反抗，那么有个男生尝试反抗，结果就被叫了家长，然后家长来了之后呢，又跟老师这么一谈，也被这个所谓的吴老师说服了。那么不仅如此，因为全年级一起上心理课嘛，叫了家长的或者是不服从的人，他就会被逐出去，不让上心理课。那么久而久之，也会被大家当成一个异类，所以就会被隔开。那么在这种压力之下，那么大家也就屈服了，就算了，就混在后面一起上吧。只是大家把这个心理课没有是真正是治愈自己心里的那种东西，而是走了一个形式，把真正的情绪都埋葬起来。话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已经觉得很离谱了？更离谱的事情还没来呢。就说这个老师除了让大家就是把烦恼的事情写出来，然后公众朗读之外，他还去找了很多那种网上的微笑视频、笑容视频，教大家如何微笑。就是他把这个视频搬到了课上，跟大家说要模仿这些视频，开心的笑起来。这样，因为你只要先开心的笑了，然后慢慢的你就真的能开心了。这个理论应该是在某些地方大家也听说过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吴老师已经用歪了。他让大家上台讲自己烦恼的时候是要面带微笑的讲的。那么这种方式呢，的确有效果。当学生笑着念出我今天没交作业，我今天被老师点名批评了，我今天食堂去晚了没打到饭，我今天摔了一跤，这些本来就没什么的事，念起来就更没什么了。那么胡贝贝他上台也念了几次，他就觉得特别蠢，自己像个小丑。然后这个吴老师就说你笑的方法不对，你笑起来太假了，你要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这样笑。但胡贝贝他真的不懂呀，书里写胡贝贝不明白一点都不好笑也不开心的事要如何笑的真诚，他只能一遍遍勾起嘴角去试，但结果惨不忍睹。因为吴老师说要笑到他满意才能下去，那是他第二次在台上意识飞走了，清醒时他已经回到座位上了。吴老师说他的笑容通过了。那么大家知道，意识飞走其实是解离的一种状态。胡贝贝的他这个症状已经很严重了，但是被这个吴老师摧残的情况下之下，他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就这样，所有人都努力的在这个大集体里面合群，不能被赶出去，不能被孤立，把练习笑容当成作业一样完成。家长们都夸孩子变得开朗了。那么这个大教室的座位也一直在变，每堂课时间有限，念烦恼的人基本只有排在前面的几十个，谁也不想一次次的上台分享隐私，故作愚蠢的笑容沦为笑柄。于是大家都想在心理测试中拿个高分，坐到后面去。那么渐渐的，学生就摸到了心理测验的门道，知道怎么做测验才能会被评为心理健康。所以他们的真实烦恼不再出现在试卷上了，真实情绪也无法反映在测试当中了。那么胡贝贝和所有的学生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掌握到了套路啊，都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的，就是捡开心的写呗。就是明明你心里不开心，你不是这么想的，但是你就选那个快乐的答案。所以他的名字从第1名到了第10名、30名、40名，就越来越往后了嘛。所谓的摆脱了抑郁情绪，越来越开心了嘛，就坐到后面去了。这个吴老师也是非常满意啊，吴老师就表扬他啊，就说心理问题就像感冒，打几个喷嚏就过去了，你看很容易就被治好了嘛。但是只有胡贝贝知道了，这些都是 bullshit， 假话。他心里还是不开心的呀，那他是怎么觉悟的？怎么把这个笑给练到老师满意呢？因为他实在是练不好，其实所以当时有几次他后来就私下里去找这个吴老师，就问老师说怎么才能笑到真诚啊，发自内心的微笑啊，开心啊。胡贝贝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办公室呢就只有2个人，所以这个吴老师没有直接回答他，他就跟胡贝贝说，你回去拍一张你妈妈的照片，让她笑给你看，你拍下来之后再拿过来给我。那胡贝贝就照做了。那其实胡贝贝的父母最近不是在闹离婚嘛，所以他拍下他妈妈的照片的时候，让他妈妈笑一个的时候，他妈妈的笑容其实是很憔悴的，但是他还是拿了这张照片去给吴老师看，吴老师就指着那张照片就说，这就是标准笑容。胡贝贝就不理解，吴老师就问他，你觉得你妈妈开心吗？拍这个照片的当下她快乐吗？胡贝贝他说不出，他想说快乐的，但他说不出口。吴老师说，成人在经历比他痛苦1000倍10000倍的事情，如果母亲都能对他笑出来，他没有理由笑不出。他不
止要笑，他还必须笑得比他妈妈更真诚，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吴老师露出标准的笑容说：“你没有资格比大人不会笑，大人都还在笑，你必须笑。”胡贝贝整个就懵了，他没有想到这个是老师给他的答案。那么这个吴老师答案显而易见，意思就是说成年人过得比你痛苦多了，你们这些小屁毛孩的事算什么痛苦啊？你妈妈这么痛苦都还能笑得出来，你笑不出来吗？被胡老师噎到的胡贝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总之从那之后，胡贝贝再也没有问题了。他看着手里那张母亲的照片，这就是标准笑容。他窥视到一个成人世界的秘密，获得了通往成人的密码。然后这吴老师就把手指戳到他脸上戳着他的脸就说：“看看，你就是得这么笑，你就在这儿练，怎么笑得跟你妈一样那么开心啊？就算不开心也能笑得那么真诚。”于是就在那一个下午，在办公室里面，胡贝贝他产生了人生第3次解离，就是意识飞走了。他不知道后来自己是怎么出来的，他也不记得他到底是怎么笑的。胡老师就满意了，然后就把他放出来了。反正当胡贝贝离开那个教室之后，他就再也不敢再问这个吴老师任何问题了。那么其他学生其实也跟胡贝贝是一样的。那从那之后呢，大家的心理健康测试结果就越来越好啊。反正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做才能评分高嘛，高了之后整个学校的好像心理素质都变得很好。于是他们学校也顺利摘下了优秀心理健康模范校园的称号。非常的讽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胡贝贝他就越来越痛苦，越来越难受。他虽然呢扮演一个开朗女孩，扮演得非常好，没有人知道他那么的不开心，但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其实有问题了。那么偶然间得知在牧歌他们这边有这样的一个微笑抑郁症的活动，所以他就想办法来参加，但是又不敢进来，所以在门口看到牧歌在忙，就顺便去帮忙，然后假模假样的进来一起玩了。那么听到这里，王医生整个就是勃然大怒，那牧歌心里也非常难受。王医生觉得这个女孩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她现在所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其实就是创伤应激障碍，她很有必要介入这个学校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于是王医生就和牧歌联系上了这个学校，以借由青少年心理健康调研的名义来到了这个学校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到底是什么情况。没想到到了这个学校，一来到这个心理咨询室这个门口啊，这个心理老师办公室门口，发现门口就贴了一张纸，这个纸上写了一行字，什么字呢？上面说心理问题就像感冒，打几个喷嚏就过去了。换了，就所有女孩就是来胡贝贝带过她的同学去参加牧歌他们那个活动字词反应的结果，为什么都有感冒这2个字吗？大家还记得吗？原来这感冒这个字就出在这里啊！就所有的女孩她做这个字词反应的时候，第一反应她都会看到那个感冒，说明这感冒2个字平时就是经常被这个吴老师挂在嘴上写在墙上，就是映入大家的脑海当中，反复给他们洗脑说，它就像一个感冒，你笑笑就过去了。我们先不去说这句话的对错，只是说它出现在这个地方，成为这个吴老师的一句 slogan， 让它植入到学生心里。我觉得这个话本身问题可能不是很大，但是这个吴老师的方式很有问题。看到门上贴了这一张纸，那牧歌就是眉头一皱，紧接着门打开了，出来了一个人。这个男人脸上挂着一模一样的笑容，就是和所有那个学生一模一样的笑容。那牧歌才一愣，他才发现原来所有的学生他都是在 copy 这个吴老师，是在学这个男人笑的。那么这个男人看到门外的人也是一愣，他看看王医生，脱口而出说：“王莽啊！”王医生也一愣，因为王医生的全名叫王莽嘛。他一看这个人他认识的，原来2个人是大学同学来着，他们2个人是同班同学，都是社工专业的。王医生后来读了研，这个吴老师毕业之后直接就去工作了。王医生脸色非常难看，他上来就说：“吴宗烨，你怎么在这儿？你根本没有心理咨询的从业执照，你在这干嘛？”王莽，你还是老样子这么死板啊！我要是没资格，学校请我干嘛？有用呗，我有用？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对学生进行心理虐待啊？别小题大做了行吗？你别以为自己当个医生了不起了，跟那帮小孩一样，动不动就那么脆弱，那么夸张，都是惯的。让开，我要去上课。这个吴老师就这样嚣张的走了。王医生跟牧歌站在原地，真是气个半死。王医生说，这个吴老师他就是在报复，他自己过了这样一个人生，所以他也要别人人生这样。牧歌听了之后，觉得他们俩之间可能是有点故事，就好奇，那么这个吴老师没有资质，他怎么是混成这样的一个心理老师呢？那么书里就写到，吴老师毕业后入职了一个教育工坊的公司，专门矫正孩子不良行为和不良情绪。他用2年时间从助教一路升到了重点讲师，他教过的孩子都很阳光乖训，被很多家长在朋友圈宣传为孩子的健康快乐达人。
网上都能搜到一些吴老师的教育圣经、教育宝典视频。他甚至还出了一本书，叫《从癌症里解决感冒问题》，说孩子的心理问题像把感冒夸大成癌症，如果让他们见识一下真正的癌症，就知道感冒是小事情了。那本书在某些家长群里广为流传，吴老师也在类似的教育工坊里成了红人，生意很多，赚了不少钱，但毕竟是些不入流的编外工坊机构。30岁后，吴老师想求稳转型，正巧6庭3中找上他，因为3中出了几起学生轻生事件，换了几个心理老师都没什么用，而且正值教育部严查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只好另辟蹊径。吴老师和校方沟通后，刚开始以健康教育老师的身份入职，编在行政科，当时还是编外人员，也不是心理老师。他在行政做满1年，并利用这段时间考教师资格证，通过之后，学校承诺他正式入编，转成心理老师。就这样，吴老师在今年刚刚被转为编制内的心理老师，开始负责全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那么这之后呢，王医生就正式跟学校杠上了，跟学校的领导去举报这个吴医生他的这个行为是不恰当的，然后要求学校把他开除。但是学校的一个反应咱就是说主打一个打太极，学校老实讲他也知道吴老师他的方法是有失偏颇的，但是有用就行了，都帮学校 get 了心理教育优秀学员的这个称号，还能怎么样？可能手段是有点激进咯，但是有用呀。你看这个健康评分不是很高嘛，所以学校说白了他是站在吴老师这一边的。那么这样一来，王医生就很生气，他想既然学校蛇鼠一窝，那么家长总该管吧，家长总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被操控成这样的微笑抑郁症的傀儡吧，所以他就是去混到家长群里面跟大家说吴老师的危害。但是没有想到家长群里大家也是不搭理他，因为在那个群里吴老师曾经发过教育方式，大部分家长他是知道老师这么搞的，但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呀。家长也不想跟老师搞僵，怕自己的小孩在学校被老师穿小鞋。所以到这里，王医生才意识到了，这么多的学生，怎么可能没有一个不和家长反映这个事情呢？所以说，就是其实已经有人反映过了，但家长也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在小题大做。说白了，家长也认可吴老师的教育方式，家长可能也觉得成年人的世界就是很苦啊，你们这些小孩到底有什么事情可以这么值得抑郁啊？要不要来吃吃我们成年人的苦？所以觉得自己的小孩可能也就是在夸大什么的，所以他觉得吴老师这个方法是可行的。那么到这里，这条路已经走得很难了，因为不管是校方还是家长都没有人认认真真其实在关注这些孩子的心理健康。王医生看学校和老师这边都没有用，于是他不放弃，继续把这个事情想搞到教育局去，发了很多邮件说希望教育局可以正视这件事情。教育局就让王老师拿出证据啊，就说你怎么能证明这些学生他是不健康的嘛？那么王医生就说，那么我们就让学生当着你们的面，我们再做一次心理健康测试。于是教育局的人来了，吴老师也来了，王医生也来了，把所有年级的孩子都聚在一起了，再当着大家的面做一次测试。结果这个测试的结果咱就是说好的不得了，测试结果是学生们都很健康，因为大家已经习惯打引号的健康了啊，他们知道如何来应对这些心理测试的技巧。教育部的人一看有什么问题啊，学生这么健康，评分这么高，那就觉得王医生是在无中生有，是在胡搅蛮缠，所以就说了他一顿，然后拍屁股就走了。这个时候吴老师在旁边就是满脸笑着，就是脸上标准的那种笑容，他就跑来拍了拍王医生的肩膀，意思就是说何必呢，这些小孩迟早都会长大成人的，我们只是早一点让他们知道成年人世界的艰辛。王医生站在那里没有泄气，他看着吴老师良久，回他一句弗洛伊德的名言，他说孩子不是为了成年人准备的。这之后王医生虽然很沮丧，但是他知道也许问题的根源他都搞错了，不在学校，不在家长，不在教育局，在学生自己。因为这一次结果就给他敲响了警钟嘛，就是让他整个人就醒了。因为后来胡贝贝还是在参加 CDC 的活动嘛，那么玩游戏的时候木哥也问他为什么在做心理测试的时候不老老实实写结果呢？那胡贝贝就对着标准笑容，他问了木哥一个问题，他说可是你们不都一样吗？吴老师教我们要快乐，微笑之家也不是要教人快乐摆脱抑郁吗？我一愣，明白了，先前教育部的测试学生们没有正式作答，也许不仅是因为已经习惯了健康，
或者是受学校指示，而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吴老师或者王医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心理教育者。而心理教育者的目标只有一个，让他们表现快乐。他们并不相信王医生，觉得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声明保护隐私、大胆写烦恼的把戏。他们不想上当，他们也不会再上当了。孩子们对心理教育的看法已经定性了。所以想到这里，牧歌也沉默地低下了头。然后呢，他抬起脸，就是摸了摸胡贝贝的头。他跟胡贝贝说，我们微笑之家要教你们的不是表现快乐，而是告诉你不快乐也是可以的。胡贝贝站在那里看着牧歌呆了片刻，突然间眼睛有点红了，但是很快他又把自己的情绪给压制了下去，他已经不会哭了。那么再到后来，王老师还是继续不停的抗争啊，既然教育局也没有用的话，那么他就投诉到本省的心理协会，没用的话，后来投诉到中国心理协会，反正就是把事情想要搞大。他觉得总会有人关注过来，但是这个 CDC 就觉得太麻烦了。那么 CDC 就说你能不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也给王医生施加了非常多的压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牧歌就觉得，那我和小丽姐就帮王医生多担待一点，所以也经常去微笑之家帮忙。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胡贝贝也带了不少同学来玩，但是再往之后呢，事情就发生了一点变化，微笑之家的这个活动要被暂停了，这个项目要被暂停了，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是说因为 CDC 本身它有项目上的调整，就是王医生牵头的这个针对微笑抑郁症的这个微笑之家项目，所以它就要停了，以后就不再办这种活动，也不去吸纳新的潜在患者去做治疗了。这个事情王医生其实2个月前他就渐渐知道了，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他只能被迫接受，所以他想的是如何在最后这2个月把事情可以做好。那么患者其实是不知道的，因为他们在每一次来的游戏当中，其实他们没有发现每次字词反应这个游戏已经被渐渐替换掉了。因为最初开始的字词反应的游戏都是一半正性词汇一半负性词汇嘛，然后再看你在里面 pick 到词的反应，但是后来它就面变成6比4， 60%它是正性词汇，40%是负性词汇，那再往后就7比3， 7成比3成，然后8成比2成，就慢慢到后来大部分墙上的字它都是正性词汇了，然后你可能只有20%是负性词汇了。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就是，那你看到负性词汇的几率就会越来越少嘛，这其实是潜移默化的在给患者做治疗的一种方式，是让他们感觉自己慢慢的有看到更多正面的东西。那么在过程当中啊，胡贝贝他每次字词反应的卡片上也有变化，有一次他的字词卡上的写的词是幽默、窗火、小河，记忆卡上写了树林、懦弱、wind 就是风，然后椅子、烤肉、灯塔、speechless 说不出话，然后天使这样的词汇，那么大部分是正性词汇。而随着正性词汇的增加，胡贝贝的笑声却在消失。他来了微笑之家7次了，逐渐变得不这么爱笑了。他说他感觉轻松，因为他原本就是这样的。之前他虽然在笑，他其实是假笑，他是用微笑来去代替他心里其实不开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但其实真正的正常人他不可能从头到尾24小时他那么开心的了，他的情绪总是有起伏的。所以到第7次的时候，胡贝贝慢慢可以做自己了，有的时候他就是什么表情都不想做，但他反而觉得很轻松。到了最后一次就是第8次的时候，王医生没有告诉大家，其实墙上所有的词都已经换成正性词汇了。这是一个结束的仪式，也是王医生送给大家潜意识的一个礼物，让他们看到所有美好的东西。那么那一天胡贝贝的卡上，就记录他字词反应的卡上出现了一个词，大家猜这个词是什么？那个词上写的2个字，王莽。王莽就是王医生的名字。王医生看到这个卡片非常惊讶，问他墙上没有这个字，你怎么写下来的呢？胡贝贝就挠挠头说，我感觉我看到了呀。就这样浅浅的一句话说完呢，后来没多久大家就走了嘛。那书里就写，也许在胡贝贝心里，王莽就是正性词汇。那天之后人走没了，我看到王医生对着墙拿着胡贝贝的词卡站在角落里，背影似乎在颤抖。我没上前先离开了。王医生太累了，他折腾了大半年，吴老师还是在那个学校，但他今天获得了微小的光点，非常微小，但或许能支撑他继续走下去了。那故事的最后呢，我们也等待了好消息，这是胡贝贝到后来还是联合了60多名学生
写联名信啊，愿意跟王医生写联名信上诉到教育局。所以呢，教育局重新派了一批人下来再去查，重新做了不一样的测试，结果呢让大家所有人都震惊了，大部分学生都出现了高危的心理测试结果，这个和学校提交的年度心理测试结果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这个6庭3中后来就被教育部点名批评了啊，胡老师就被学校辞退了。那么吴老师离职那一天呢，穆医生就是穆哥和王医生也去学校了。他们正好在走廊上打了一个照面。这个吴老师脸上他没有任何的挫败啊。王医生问他，事情走到这一步，难道你就没有一丝丝愧疚吗？吴老师就说，这有什么愧疚的？我的老师就是这么教我的。等这个吴老师走了，王医生才告诉穆哥说，这个吴老师小时候呢，家里过得也不幸福，他是跟他爸爸一起长大的，他爸就是那种酒鬼，什么事情说多了火大了，上来就是一巴掌，把他打出脑震荡，还骂他矫情。而这些都是在社工专业读书的时候，某位后来被学校开除的行为不良的辅导员在某次大会上逼他说出来。就是吴老师原生家庭也是苦的，给他非常多的伤疤，然后他也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被人向大众说过自己的这些苦难。虽然逼他说的那个人后来也是被开除了，就他所做的这事情就是在重复，所以他现在对他的学生再演一遍，他觉得一切是理所当然的，他并不觉得里面有什么问题了。其实已经这里看到这个人物，其实他也是可悲，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角色他既可恨也可悲。那么故事最后我们再来说胡贝贝啊，因为微笑之家这个项目结束了嘛，以后他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见到王医生了。他最后一次来找王医生的时候，就提到了微笑抑郁症的这个事情。王医生拍拍他的肩，蹲下对他道，这个病是大人的，你还小，不用这么早染上这种恶习。你现在还处于想哭就哭，想不开心就不开心的年纪，不用急于快乐，把这种功能扔给将来的自己吧。等你长大了，有太多地方需要你快乐，但不是现在，不是你。心理问题不是感冒，你要比谁都重视自己的情绪。你没有遇到一个合格的大人，不代表你一辈子都遇不到合格的大人。这次胡贝贝哭了出来。没想到你会拼命为我拨开。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第一次看完的时候感触很深，因为老实说，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前2年有些时间，就是微笑抑郁症这个东西，我是有一点在身上的，就是笑得很开心，大家都觉得你好像挺好的，但其实你自己知道你真是快死了，你快活不下去了这种感觉。包括前阵子我正好跟其他的朋友聊天，也是他说他们以前有一个同事就跳楼了，就上午他还路过，2个人在走廊打招呼，那个跳楼的女生还对他点头微笑，就挺开心的，下午就跳楼了。他整个也大震惊，整个公司也大震惊，就不理解，他说根本就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开心的，但是他就你知道吗？后来说可能是因为一些债务的问题，家里不开心的问题就导致的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微笑抑郁症，我看到这个故事100%感同身受。很多同学看我现在的视频，经常会包括 vlog 什么的呀，会觉得说，哎，帕克的生活好好呀，然后感觉他是一直很开心的啊，很乐观，很积极啊。我想说，那绝对不是100%的事件，那是因为我选择把我快乐、开心、积极的那一面记录下来，因为我也想提醒自己，让自己不开心的时候去记得这些快乐的瞬间，但不代表我的人生100%都是无比快乐、积极向上的，恰恰是很多时候痛苦的、糟心的、抑郁的、难受的、焦虑的瞬间，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时候，你不可能这个时候还举个镜头在那边拍自己。我不是很想跟别人分享我脆弱的瞬间，但是不代表我没有脆弱的瞬间，只是说大部分成年人会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快乐的成年人嘛，但凡你迈入这个社会，迈入这个世界了，你多多少少都是会有糟心的事情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一团他的 shit， 只是有的人他会吐槽，会抱怨，一直说，但有的人选择用微笑来隐藏起这些东西来，就像这个故事里的胡贝贝一样。那吴老师作为一个心理老师，应该是开导他，教他如果把情绪给疏导出来。但是这个吴老师他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甚至是有点 PUA 的洗脑方式。就我不能说什么是正确的方式，我只能分享我自己这些年下来，就是慢慢让自己觉得舒服的一个方式，就是当情绪来的时候，你就让他来；他要走的时候，你就让他走。你接受他来，你也接受他走，而不是你觉得很痛苦很无力的时候，你去抗拒它，把它锁在外面，把自己封起来。时间长了，这个东西它得不到一个宣泄的出口，它其实是会把这东西积压起来。那么宣泄的出口可能有很多啊，有的人选择大哭啊，有的人出去
跟朋友倾诉啊，那有的人去运动啊，有的人找自己喜欢的事情。总而言之，有很多方式可以宣泄。你要做的事情是把它排解出去，而不是把自己心竖起来，然后抗拒这些东西进来。因为你抗拒，它还是在那里，它也不会消失。久而久之累积了，它也会成其他的问题。情绪它是会导致身体出问题的，不要觉得它只是一些 mental 的东西，它其实会是 physically 影响你的身体各个机能的。所以让它来，再让它走，接受这一切。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痛，那你告诉自己没有关系，正是因为这些痛苦让你变得强大。你感觉得到痛，说明你还活着。死了的人是不会觉得痛的。记住这些痛感，它是你成长的感觉，它是你变强大的感觉。这些事情是老天爷觉得你能扛过去，所以他才给你的。如果你扛不过去，他就不会给你。既然给到你了，那你接受它，经历它，感受它，然后慢慢忘掉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我希望大家可以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感受这个世界给我们任何情绪，那样才是一个鲜活的人，不要做一个死了的人哦。好吧，今天的故事到这里结束啦，不知道大家还想看什么故事呢？那如果还想继续看疯人说的话，请大力告诉我。想看其他故事也可以告诉我。那我是 Parker， 我们下个故事里的精彩世界再见吧，拜拜。